他叫老梁，58岁，退伍军人，彻头彻尾的毛粉。退伍后给当地的小领导做司机，后来做了几门生意，却次次失败。他宣称自己靠健身战胜了强直性脊柱炎，并把这一经历包装成了一个高尚的使命，成为网红，推广康复。但这份使命很快滑向荒诞。有人说他长得像龟仙人，他便开始剃光头、贴胡子、戴墨镜、背龟壳，模仿一个他甚至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动漫角色。从退伍军人到健身斗士，再到龟仙人，他不断为自己编造身份，却始终无法逃离10几平米合租房的现实。认知能力与现实逻辑的鸿沟，梦想与处境的巨大落差，让他的偏执与焦虑日益加深。在拍摄结束后，他因为等待后期而失控，甚至诬陷我偷了他600块钱。本期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典型的老共基本盘的世界。大腿和小腿呈90度啊，3、4，好，来站起来，好，对，好，两脚分开，头抬起来，核心收紧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脚尖与这条杠平齐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小姑不要这样对啊，就这样蹲，臀部往后收，对，臀部往后收，哎，好，3、2。老梁的日常工作是在一家社区健身房做教练。在这里，他是学员口中的梁教，每上1小时的课，他能得到50元左右的报酬，这是他维持生活的全部收入。1个月上过200节课，但是做教练这一块嘛，是我喜欢的一个职业。人就是需要运动，来干。每当我往健身房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要兴奋，我很开心。加油，对，跑起来，好，腿抬高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姑娘加油。好，回去好好吃饭啊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学习。这武天老师说的。是的，武天老师，鸟山明笔下的漫画人物，成了老梁的另一个身份。而在开始模仿他之前，老梁甚至都不知道《七龙珠》这部作品的存在。我之前对龟仙人我也不了解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年代，这个龟仙人他是80以后，这个龙珠才日本才上市的。而老梁第一次知道龟仙人这个角色，则是源于一段在疫情期间的经历。那时老梁刚开的麻辣甲鱼店因为疫情的原因不断亏损，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店搬去楼上的美食城，变成了一个外卖档口。因为本来我就亏钱嘛，那个10几万是硬是借的。当时呢，就是我姐姐就说，意思说，那我们不能在这个黄，这个亏不起啊，亏长了人妈筋都亏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6楼一个美食城外卖档口，这个老板呢姓蔡，叫蔡军，他是福建人，他就是龟迷。他小时候看着龟仙人长大，他也是当兵出身。他说：“老班长，他说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讲你猜，你比我大不了几岁。我讲你几岁了？他讲我都快40岁了。我讲那你妈你是小老弟了。我讲我是69年出生，这家伙也蛮仗义的。他说他喊我老班长嘛，因为他也是当兵的，我90年就退伍了。他说老班长，你知道你是什么？他讲你是龟仙人，现实版的龟仙人。我就问他什么叫龟仙人？他讲龟仙人，我讲我这个年代没看过。他讲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这个动漫人物，日本的《龙珠》里边的一个主角。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恭维，让老班长在小老弟的吹捧下意识到，扮演龟仙人或许才是他获取流量与关注的财富密码。于是他开始剃光头、贴假胡子，购买各种与龟仙人相关的道具，让自己活成了一个现实版的龟仙人。在不工作的周末或上海有大型活动时，他总是以龟仙人的形象出现，主动融入人群，并以现实版龟仙人的身份与人互动。Hello， 哎，看镜头。Hello， 对，他也健身的啊。耶，啊，可以的啊。小老虎 ，Hello， 小老虎。哎，你好，嗨。哎呀，谢谢。龟仙人啊！是的。 cos 开心吧？开心。哦，开心好，认识我吧？认识。哦，好，开心。是不是？耶。
毛主席。对。或许是与生俱来的社交本能，这样的关注让老梁渐渐相信自己真的是漫画书里的武天老师。在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生意失败的小老板，而是一个受人追捧的动漫主角。就连龟仙人爱美女这样的桥段，也成了他与女性合影时得心应手的开场白。Hello， 美女。Hello， 美女。Hello， 小美女。啊，美女好漂亮。美女来合个影来。啊，美女，我是龟仙人。龟仙人。龟仙人爱美女吗？不光街头是老梁的主场，上海的大型健身房里他同样是常客。每当走进这些地方，老梁会重新换上龟仙人的装束，以一种巡视领地的姿态在馆中踱步。我们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吧？啊，我带你到这边来转一转啊。有时他会自己训练，有时则指导别人，仿佛这里也是属于他的舞台。来，大哥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干一组，好，我看一看。啊，太重了吧？有点太低了。哎，这个低了，有点推到上胸上去了。对。哎，好的，加油，大哥。稍微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你现在是推的，完全都推到你的上胸上去了。对。但是你的上胸非常饱满。啊，哦，这个大哥今年比我大几岁了？大我比你大差不多，比你大个两岁。哦，2岁。你厉害。啊，你也厉害，你练得好。你毕竟这年龄嘛，对吧？当我问老梁是否在这家铁馆有自己的固定会员时，他就这样回答我：没有。我在这家店是没有，目前没有。其他店有。我在其他店，因为我现在是教练嘛，兼职教练嘛，所以说我在其他店的话，我是教练嘛。那么老梁又是如何成为一名健身教练的呢？而这一切又与他的强制性脊柱炎有着怎样的关联？从2015年8月1号，我从半瘫痪的状态，我走进健身房的，然后我通过自己的训练，然后坚持锻炼，我没有吃药，也没有打针。我最重的时候，我就吃了一点炎痛西康，然后我花了将近2万多块钱吧，我到上海启士门学院，我去学了一个健身教练证。我想通过我个人的努力啊，就是讲我个人的一个努力和案例，我想去传递出，告诉更多人，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一定要通过健身去锻炼。我想，那我怎么样去传递这个信号呢？如果我自己都练不好，对吧？那我怎么告诉别人我这个病是我自己练好的呢？我去学个教练证，我去做个教练，我每天能坚持锻炼，还能有个收入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当时我在上海启士门，他们也采访过我，也帮我推成网红，但是也没有推，流量也没有做起来。没错，流量，这个近些年在简中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的词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老梁的口中。获得流量似乎成了他实现推广强直康复训练这个梦想的唯一途径，而他扮演龟仙人现身上海的街头、健身房乃至各种大型活动，这一切看似热情的行动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：获取流量。看你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讲怎么火了？我讲我不知道啊。他讲你现在我的还这个视频有500多万浏览量啊！我讲真的吗？他讲对。他讲中国蓝新闻帮你报道出去了。我的乖，到最后我才知道然后他帮这个视频就下载下来过后发给我，我一看我才知道。后来过以后，我才知道那是中国蓝新闻记者给我拍出去的，然后给我放出去。但是我没接住那波流量，因为我不懂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次偶然的爆火成了老梁的高光时刻，也成了他难以释怀的遗憾。流量带来的光环深深震撼了他。此后，老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活动现场，试图再次抓住那样的机会。而不久前参加的一场刘畊宏的线下活动，则成了他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谈资。就跟刘畊宏那次不是杨浦区他过来做一个活动嘛，然后我那天去参加了嘛。上个月刘畊宏跟我碰面，我们在一起做那个活动的时候，刘畊宏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靠，这个龟仙人他妈肌肉好大！哎，龟仙人好大！”我讲你也很大。他说我没有你大，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我在一排一坐。后来跟我们他在上面舞台上跳，我在底下一排一坐跟他俩跳，我是 A 座嘛 A 位。然后跳了40多分钟的时候，他汗流浃背，
他说龟先生你怎么不淌汗呀？我说我不需要淌汗呀，我讲我不累啊。本来他是想40分钟结束的，后来被我干到1个小时才结束。他跳了40分钟的时候，他自己的体能跟不上，他一次找理由，他想让我给他台阶下，我就是不给他台阶。他说我年轻的时候，讲我也考试过龟仙人，我要你考试龟仙人，你跟我的还原度一样吗 ？Hello， 你好。他不吱声了，他不敢接了。他跟龟仙人没有一点像，他除了有点肌肉，个子又高，也不是光头，发型也不像。Hello。然而，在成为网红的道路上，老梁并非一帆风顺。他曾去过杭州，这座以制造网红闻名的城市，并与中国最大的网红经纪公司之一无忧传媒签下合约。然而，这段合作最终以破裂告终。其原因并非理念不合，而是一次饭局的缺席。当时，老梁在杭州任职的健身房的老板没有请无忧传媒的编导吃饭，老梁便大发雷霆，只身回到上海。而与无忧传媒的短暂合作也很快无疾而终。应付一下过以后，他们就走了。后来我就很生气。那天晚上我们2个大概喝了有30瓶啤酒。那个导演当时喝酒，正好喝酒的时候呢，他弟弟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哥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我在跟他妈一个未来大网红在一起喝酒了。他弟弟就说啊，那我看一下，他就把我的视频发给他。怪他弟弟就讲这个龟先生他妈还原度蛮高的，讲有搞头。然后我们就喝酒了，喝过酒，我出去方便的时候，他把账给结掉了。结掉过以后，他回来就跟我说，他讲杨哥，像你这个人很厚道，但是你这2个老板不行，因为人一看他妈对吧？你讲过去了过以后，你也不陪人吃饭，然后帮我们俩晒那晒着，我心里就反正就不舒服了。那天晚上后来喝过酒，阿鹏我给他送回去，他喝的有点高了，然后打个车给他送回去。回去过以后，他妈我越想越不对劲，然后我就给他妈手机上，我回到房间里面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妈我觉得他耍我了。对，然后我这个手机拿出来。给他们几个人发了信息，我给他们臭骂了一顿，我说他妈了个逼！我讲你们这些狗日的，说话跟狗放屁一样，你们是想叫老子帮人带过来，对吧？然后我给人带过来，你们说好了是你变卦了，我讲你们这是做人吗？狗都不如。我这个人很有个性的，知道你做的好与坏，你必须要跟事情要做出来，你不能让给朋友散在那方掉梁子，对不对？你搞的不是别人难看，他难看我更难看，对不对？人家没计较我的话，给人家肯定对我不开心。后来我就帮他们骂了一顿。第2天，他还问我，他大哥讲你喝多了，他给我台阶下来。我说去你妈逼，我什么喝多了？我说我讲你们这几个狗日的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讲你叫我给人请来了，我给人请来了，对吧？你们怎么做事的？后来我讲这样的，我讲今天我交会员交接了，我不做了，我讲我回上海。他当时哄我，哎呀，梁哥讲的你不是的，我们真的不是什么意思，找了一大堆的理由，他不想让我走啊，因为我走了过以后，他真的我到那块第1个月就给他做了几万块钱业绩。后来我生气了，我讲不要留我了，我讲你留也留不住，我讲你这种人，我讲我也不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。后来就因为这个事，我就生气，然后我就回后，第2天我包裹一打。直接是干掉。这个事情应该不影响你跟无忧的合作。没影响我跟无忧合作，但是无忧我在上海来过以后，就不方便了。那个时候他们叫我做直播，我也不会，很多东西我也不会。后来我自己也学了一点会做，但是这个直播在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话术，包括怎么去搞笑，怎么样去靠实这个龟仙人，怎么样去就是在这里面过以后要找龟仙人一些脚本。这个我也不会。后来这个阿鹏就跟我这样说，将来你现在挂的，就是他们要是来我这边来一趟，吃饭住宿全部要我出钱的，他们只要离开杭州，所有的钱都要我付的。当我问老梁离成为网红还差什么时，他这样回答我：最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其实这都不是问题，最关键就是资金的问题。如果我现在是，比方说我财富自由，或者有人投资我，
那我不用去那个的话，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做。你比方说，我去参加广州动漫展、杭州动漫展，你比方说南京动漫展，包括成都，对吧？还有重庆这些省会的动漫展，我都可以去，而且每次去都会能产生很多的流量，也会去就是吸引更多的一些粉丝。目前就我的还原度已经达到90%几了。如果我眉毛是白的，胡子是自己留的，那就100%了。于是老梁便在上海开启了走上街头获取流量的日子。但这样看似积极又能获得关注的生活，真的让老梁的压力变小了吗？儿子马上结婚，你嘛家庭怎么说呢，弄得一塌糊涂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压力嘛。但是我想等我以后能做起来，等你真正强大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掉，对不对？你讲压力怎么没有压力呢？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，当时上有飞机下有大炮，对不对？那个下大雪25000里长征的时候，那个困难比我们现在大多了。是的，这正是支撑老梁在困难时期坚持下来的原因。听起来非常荒诞，但确实对老梁来说是有效的。所以说我一直崇拜，就是一个是中国4大伟人嘛，一个是毛主席嘛，然后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。我觉得中国人对吧，应该对毛主席了解人还是比较多的。就是解放前嘛，他组建了一个团，然后带领红军啊，包括八路军啊、新四军啊，一步一步把江山打下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而且25000里长征在这么困难的时期，他能战胜，对吧？日本兵，然后还有蒋介石，包括统一的，对吧？统一中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我从小就崇拜毛主席，没有他老人家也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吧。然而，这份对党国的忠诚并没有为老梁带来他想象中的特权。那天正值 LV 在南京西路打造的艺术装置路易号刚落成不久，这样的流量现场，老梁自然不会错过。然而刚抵达没多久，他就被警察请离了现场。好像提醒过你不要穿的这样。晚上来也不行啊，对吧？晚上来也不行。什么？晚上？这不是晚上，上一次提醒过你吧？对，我也是跟你们好好问，我就是想问。本来这里人就特别多，你要是再这样穿着打扮，很容易引起大家围观拍照的。好吧？就我也是过来拍照的。他这个地方，你讲他就是给人拍照的地方。给人拍照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来，你这个是网红基地，我们网红来是给我们宣传的，对不对？我本身 cosplay， 我在动漫展，我在南京路，对，我们讲的对吧，兄弟？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安全。对，肯定安全。我在南京路，包括外滩，每次大活动过以后，警察都会告诉我，归县人不能滞留。就是还有的话，我们呢是希望这边，就是在大客流的情况下，尽量的不要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会配合你们。我知道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作为一个国家功臣，对吧？我参加过8、9年学潮，对不对？我肯定会积极努力的配合你们。哎呀，你不给我钱，一些装扮容易造成人关注你，知道吧？不会。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现场是吧？就是说，对，我是一个抖音博主。我觉得理解。现在可以。喜欢这个装备我们理解，但主要今天状态不一样。兄弟，你看到了吗？这都没问题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没问题。我57岁一个强制性脊柱炎患者，这不等于入国党立国公。对，方便把那个卸一下吧。这样的，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要么就离开，可以，要么就离开。对，我可以离开。人太多了，万一集中起来把你围住了，我们这里很难管理的。对，好吧。主要是我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，因为我一个共产党员，国家3等功臣，对吧？理解。对，而且又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我是个网红，对不对？对，主要人流量是太大了，好，没事。到时候有引起围观，到时候我们很难控制的。好吧，好，谢谢警察同志，我绝对积极努力配合你们。对，咱当兵的人来握握手，可以吗？和老梁相处的这几天里，我看到了大量的矛盾与荒诞。他坚信阻碍他与无忧传媒合作，使他无法成为大网红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健身房的老板不懂人情世故，没有请对方吃饭。他无法理解的是，发脾气从杭州离开回到上海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而无忧传媒不愿意继续投资，只是因为他并没有具备值得投入的价值。或许他已经从无忧编导的话中听出了这样的意思，但他并不愿意承认。老梁一直强调自己靠健身战胜了强直性脊柱炎并完全康复，可当我询问是否有相关证明时，他却始终拿不出任何材料。我查阅了相关医学资料，主流观点认为运动对强直性脊柱炎的恢复仅具有辅助作用，
但老梁依然笃定，正是他坚持不懈的运动让自己痊愈。他其实很清楚，单靠做健身教练几乎不可能成为网红，于是他把战胜疾病的故事与龟仙人的形象绑在一起，试图构建一个更完整也更能吸引注意的叙事。在这样的想象里，他觉得自己理应会红，只是没有人愿意为他出创意、拍影片、剪素材，也没有人愿意投资他成为大网红。在南京西路被驱离的那次，警察并未使用暴力，他们只是克制地希望他离开，避免人群围观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隐患，并表示如果他正常着装是可以入场的。而换下那身装束后，老梁就再也不是龟仙人了，而只是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，至少在外人眼里，他再也没有故事。老梁善于用正能量包裹自己，一方面他努力展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，另一方面当自媒体运营遇到问题时，他又选择逃避，希望有人投资，希望有人替他解决问题。至于为什么在拍摄结束2个月后，他会突然诬陷我偷了他600块钱，我无法确定。也许是因为我在交谈中不经意提到过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真实历史，让老梁无法接受。因为一旦接受，他50多年来的信仰体系就会崩塌。就像那不翼而飞的600块钱，也许真被人拿走，也许是他自己花掉了，但他需要一个外部原因来合理化这件事。而那天因为我独自待过他的房间，我便成了最方便的借口。当我问他是否检查过监控时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，那天监控坏了，没有任何证据，只要他相信，那就是真相。纪录片制作不易，请各位不吝自己的点赞与关注，你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。